日本光头和尚使用违规打法，连续3次踢向中国小伙的裆部。中国小伙疼得撕心裂肺，恢复好之后眼神突变，狂挥重拳追着日本光头疯狂暴打，让对手连连求饶。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我相信说起中日大战4个字啊，有很多观众朋友眼睛瞬间就亮了啊，瞬间啊就来精神了。我们注意看，穿着红色短裤的小伙子进攻非常的凶猛。没错，他的名字叫做王万里，绰号叫轰炸机，因为他的作战风格和轰炸机一样啊，狂轰滥炸，非常的猛。什么情况？哦哟，刚开场就搞偷袭，这一下看情况踢的是不轻啊，这非常明显是想终止王万里的进攻节奏，然后踢裆啊来终止我，太卑鄙了。好，裁判在警告对方。我注意看这个光头和尚名叫斋藤幸治啊，他在日本的话是一个和尚，他是一个武僧。这次来中国呀，观众朋友们，他原本是来挑战武僧一龙啊，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武僧。结果没有想到，前2天啊还好好的武僧一龙，突然间脚崴了。所以没有办法，武僧一龙只能派出了自己的大弟子王万里来出战本场比赛。这个日本选手是日本 Crush 65公斤级的选手所以也是有一定的实力。日本选手的动作也很大。是。日本选手有点顶不住了。他这有一个高扫腿啊，是一个后指跟高扫。对。但是因为这个王万里他的报价还不错，是，手没有掉下来，所以高扫都没有踢到王万里的头。是，有时候往往这种报价，他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价，其实它是在于下面训练当中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对，要去纠正。对。那也因为他们教练比较重视细节。是。有时候该拨该画对方的一些腿都可以的。是，可以切，对，可以支撑一下。对。虽然说王万里是一龙的弟子，但是我们看他的作战方式跟风格呀，和一龙好像没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他并不是一个肉靶子啊，他也并不是只知道挨揍，他是一个年轻气盛的轰炸机。我们看，经过了一次被踢裆之后，丝毫没有影响，反而是让王万里啊情绪更加的高涨。这个角度要小心，吃到对方连续多个顶膝。哎呦，对方怎么连这个杂拳都用出来了？在搏击擂台有2大最明显的违规点，一个是不能打裆，一个是不能打后脑。到目前为止，这个小日本的光头和尚他都占了。好，重拳。一个后扫腿，但是很危险。是啊。那王万里也在抓节奏，在慢慢的跳抓节奏。是。相对来讲，王万里可能更成熟一些啊，在擂台上的那种经验。但是今天那个2位选手的风格也很像，特别是这个斋藤幸治啊。他完全掌握场上的这个节奏，是啊，很兴奋，然后动作很多，那么一个转身的后摆是，这场拳呢，王万里打得比较积极一点。是。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按照分数上来讲啊，王万里在局面上绝对是要领先，而且对方啊还犯规2次，一次踢裆，一次打后脑啊，所以说裁判的话也会考虑给对方扣分。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我们看这个日本的选手光头和尚啊，打法风格的确是有一点这个传统武术的风格。有些观众朋友肯定想问了，这日本也有和尚吗？没错，也有。不仅有，观众朋友们，他们甚至还可以吃喝嫖赌、娶妻生子、喝酒抽烟啊，都可以。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红色短裤是一龙的大弟子王万里，而光头和尚来自于日本的斋藤幸治。因为可能日本选手看到王万里在跳，想说你要抓我节奏，我都不太敢进去了。是，我觉得对于王万里来说，一个是坚决一些，还有一个是打点。还有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因为两个人在肉搏战就发现2个人都太年轻了，对，有点不够冷静。这个后手拳啊。虽然很精准，但是这个斋藤幸治他的防守对啊很严密，对头部的防守一直在暴涨，移动头部的晃动。好，现在日本选手就是去吃王万里的拳，然后要做西装，做西装。
但是日本选手抗击打能力不错，是这个塞得准啊。是，在力量的话，当然是王万里占了绝对的优势。是。虽然说这个日本光头啊，他在日本是一个武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呢，他并没有给我们展示太多的功夫和东西。这说明了啊，日本的和尚啊和这个佛教文化，包括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日本少林功夫啊，这完全是在偷学我们，而且只学了个名字啊，学了个外形。哦呦，这一拳很重，这就是在照猫画虎。把外形学到了啊，知道剃个头发，知道戴个佛珠，其他的都不知道。好，又打到了，塞了一个，是后手拳，对，膝撞。那么日本选手在力量上吃了很大的亏，所以他的攻击啊，对于王万里是比较不造成威胁的。是。哎呦，踢到裆了，实在的贴上了，是太卑鄙了，观众朋友们，又一次踢裆。这很明显，他是发现自己打不过王万里的时候，就会来上那么一脚。作为一个出家中人，能这么卑鄙，观众朋友们，您觉得他配做一个和尚吗？反正在我们中国的话，我觉得是不配的。在日本呢不好说啊，没准在日本这都算低调的了啊，这都算比较内敛的。如果不是和尚，那可能手段更卑鄙啊，更加无耻。到这里，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武僧一龙啊今天这个没来参赛了。这个估计也知道对方手脚不老实，喜欢踢裆啊，干脆让自己的弟子来出面迎敌。可以继续比赛。好。哦，不错。激怒了这个王万里。是。但是不能输出这个头部的防守。两个就火拼了。他也不管什么规范啊，火拼。好，两个人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整个场面上来看，的确是拼得非常的够狠。第二回合对方又一次犯规，所以说前两个回合不出意外的话，都是王万里能顺利拿下。接下来就看一下第三个回合。但是有一点非常担心啊，就是王万里被踢裆多次，而且拼得这么凶啊，他的体能会不会出现问题？这一点我们要看一下第三回合他的表现。好，转身。双方都出大招。但是这个小伙子确实是非常强啊，这太热血的一场比赛啊！是，连续的撞线，这连续了，连续不要连太多了。王万里一开始直接塞后手，是，有两位选手都很直接，是，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试探，是。看情况，观众朋友们，刚刚第二回合中场休息啊，我们担心王万里的体能会出现问题呢，完全是多虑了。轰炸机的名称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没有想到他作为一龙啊，他其实不是一龙的弟子啊，他是一龙的俱乐部啊，他在一龙的俱乐部里面训练。因为一龙的话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俱乐部啊，一龙奥语国际俱乐部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练习的学生，王万里便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最出色的一个。是。我再回到场上，哇，两个拼的相当的精彩。是。要竭尽全力啊，拼到底。蓝方的上勾拳都是用手臂的力量，所以力量还不够，但是他的膝撞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是。好，尤其第三回合体力下滑的情况下，这个王万里的腹部的抗击打能力对于王万里拿拳来克制对方的膝呀。第一回合，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双方体能下滑比较明显了，尤其是王万里。但是还好啊，他的进攻态度还是有的，他没有后退。这场比赛与其说王万里是一龙的弟子，我觉得这个日本选手他更像是一龙弟子。从头到脚都挺像的，而且打法风格啊，你像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强啊，和一龙的这个金钟罩铁布衫还真别说啊，有点相似啊。哦，对方顶膝很厉害，还在顶，方想要 KO 王万里。而王万里的腹部防守相当不错，而且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强。
恭喜王万里啊，即将拿下这场比赛，非常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场比赛。中日大战终于结束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王万里替补出战啊，表现相当不错。虽然说多次被犯规，多次被踢裆啊，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状态啊。好，最终比赛结果没有悬念，3位裁判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王万里。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一场中美对抗赛中发生了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意外。400多斤美国大力士被中国巨人拳王一拳打断脖颈，瞬间躺尸擂台。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把他绑上担架，送去医院抢救，但结果非常遗憾，没能救活。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普通的中美对抗赛，但是没有想到美国选手却狗眼看人低，瞧不起中国选手。当着身高2.23米的中国巨人董建军的面前，竟然大肆狂言，表示自己的拳头将会是董建军生前见过最后一样东西，他会亲手把董建军打进坟墓里。没错，观众朋友们，这哥们儿要扬言要把董建军打死，而董建军又是何人呢？我们注意看，眼前的巨人就是董建军，他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的拳击手，甚至比中国的大爆炸张志磊还要高上10多公分。他身高2.23米，臂展2.19米。我们别看董建军5大3粗，但他却精通中国传统武术、散打以及跆拳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痴。好，两人站在一块儿。这简直就是大人打小孩啊，观众朋友们。那当然并不是我们想欺负他，但是没办法呀，我们就这么高啊，天生的。好，比赛开始。中国巨人大战美国大力士，看一下谁能够先把对手 KO 掉。He was nailed with big overhand rights in the opening round of this last fight, and I think he was rocked by one of them. It took him about 董建军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的舒服。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round for him to really find the rhythm of his jab. 美国的小胖子，别看他胖啊，但别说，观众朋友们啊，他还真挺灵活。连续的躯干摇闪，也的确躲开了董建军不少的进攻。 He's not a guy who lacks any confidence, and I've actually seen some of his fights before. He has, despite that roly-poly midsection and flabby arms, he's got 但他的这个摇闪方式啊，太过于单一。如果董建军改变作战方式，开始打勾拳，那他可就要难受了。 We'll show your scores during the fight. He also real likable, kind of affable personality. 别看董建军5大3粗，身形非常的壮硕，但他的步伐和拳法都相当细腻。这的确是我赛前没有想到的。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美国的大力士兰斯啊，他有浑身的蛮力，但是打不着啊。 In that area, small town kid in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Take a step back, both you. Dominic Brazil, the Olympian heavyweight, years ago. But not only a part-time fighter, where he just basically. 美国的大力士兰斯也想尝试往里打，但是发现啊，根本打不进来。 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Yeah,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Tyshawn mentioned it,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Because Tyshawn started boxing literally a year ago. Last March was his first fight. 前手把控距离，哦，后手倒了，倒了，比赛结束，裁判1秒都没有犹豫，一拳只打到1拳就倒了。 刚刚这场比赛的失利让美国人相当不爽，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又派出了一位实力悍将艾克斯来挑战董建军。我们看他依旧是一个白人选手，虽然说身材上来讲呢没有兰斯那么肥，但是我们看他的身材啊，肌肉块头还真不输董建军。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啊，想打内围。 哦呦，轻轻一碰，哈哈，轻轻一碰啊，又倒了。但还好，要比上一个美国的兰斯要强一点，他不至于啊被一拳直接打上担架。
还能站起来，还能继续战斗。据说这个艾利克斯啊，曾到日本特意学习过日本的空手道啊，所以说他现在的拳法呢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这个气势如虹，就是打不着人，又倒了，又一次夺秒，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2次夺秒了，还能坚持吗？我们看1分钟的时间啊，打得满身大汗，好漂亮，前手打到了，有点晃，哎呦，又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被董建军给按倒的啊，应该不是击倒。比赛继续，艾利克斯想发疯的野牛，什么情况？他想是摔我们吗？现在美国的艾利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裁判挥手了，因为这场比赛是没有悬念，1回合3次击倒，其实已经是5次击倒，有2次裁判也算是包庇了对方一下。在感受到中方球员董建军的实力之后，这美国官方不得不重视起来，也不再派出白人，直接掏出了王牌。美国拳坛的黑人选手托米·华盛顿，的确，在世界拳坛啊，这个白人的战斗能力相对来讲，观众朋友们只能说啊，一般，还得是黑人比较猛。像霍利菲尔德啊，像刘易斯，像泰森，这都是黑人。好，我们看一下打白人如此轻松的董建军啊，打黑人会不会像刚刚那么轻松？好，比赛开始，我们闲话少说。我们在身材上依旧是有着巨大的优势啊，但别说啊，这个专业的感觉立马上来了。我们看这个托米·华盛顿相当的灵活，虽然说肥肥胖胖，毅力的把控以及他的摇闪都相当的顶级专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我们看这个黑人选手太矮，是董建军的太高了。以董建军这个身材放在世界拳坛打谁？都是在身形上能够打到碾压，这是毋庸置疑的。要是我们欺负人，那没办法，我们就长这么高啊。而且在世界拳坛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只要你的体重在100公斤以上，都可以打。在身高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And 22-ounce gloves that were custom ordered for him. Headgear was custom ordered for him. Story goes that he went to his first physical. Doctor asked him if he had ever had a concussion. He said, "No, I've never been hit in my head. Nobody ever reached." 其实我们要仔细看董建军的步伐也相当细了，他练习过散打，所以说呢，这个脚步啊很细腻。而且还是我们不常见的小碎步。第一回合最后的1分钟，我承认这个华盛顿啊，他的步伐和这个身法还是比较灵活，但是你光挨揍不还手，你躲得了初一，你躲得了15吗？好了，这应该是一个读秒。在第一回合还剩30秒钟的时候，我们看托米·华盛顿现在已经是4脚着地，跪在了地板上。结束了，比赛结束了。3场比赛，没有想到第3场打黑人选手也是如此痛快，对手甚至一拳没出，还不如第2个的艾利克斯。好，3场比赛，您觉得哪一场更精彩呢？反正3场都是秒杀，都是1个回合之内拿下。我觉得董建军的实力是不弱于张之磊的，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见。
手拿人没有去荷兰不败天王向中国拳坛发起挑战，警告拳法在一夜之间造成1死2伤，连赢3场。此消息一出，震惊了中国拳迷。有人说他的出现让中国拳坛倒退了10年不止，因为他在中国长达5年时间里没有败绩，让中国年轻一代选手通通打了个遍，横扫一空，非死即残。他就是阿尔伯特·克劳斯，一个在搏击擂台被称为杀戮机器的男人。巅峰时期的克劳斯横扫了同级别全世界的所有高手，就连拳王波球也只能当他的垫脚石。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在巅峰待久了的克劳斯开始瞧不起任何人，甚至还公开蔑视中国选手。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打拳击，明明都是一帮东亚病夫，我8岁的儿子都可以轻松击败他们，只要我还活着，恐怕中国人这辈子都无法击败我。见克劳斯如此的目中无人，中国小将李壮壮不顾家庭和团队的劝阻，誓要为中国搏击争回一口气，向克劳斯发起挑战。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壮壮这个小伙呢，他这个人如其名啊，确实是比较壮。实际上，壮壮的家人和他的教练团队啊是不希望他来挑战克劳斯的啊，因为这个风险啊，观众朋友们太高了。打对方有可能会断送职业生涯，而且一不小心啊，还有可能会丢掉小命啊，所以说风险太高了，不知道。但刚刚20岁刚出头的李壮壮却表示，我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躺着生。李壮壮现在应该，不仅仅是李壮壮，应该全世界，几乎所有战力格的都对克劳斯了解了。对，这个漂亮。李壮壮要对头部的防护要好一点啊。克劳斯这个拳法刁钻可是出了名的。对。在克劳斯的面前，李壮壮显得的确是过于的稚嫩啊，但是呢，敢上台打，我觉得啊，李壮壮已经赢一半了。比赛开始，我们看克劳斯呢是步步紧逼，他的步子咬得很紧，但李壮壮呢是边推边打，并没有一味的啊这个单纯的逃跑。之前有很多中国的小将输给克劳斯啊，就是因为这一点，他追他就跑，然后呢就忘记反击了，因此被克劳斯追着打，就像我们视频当中啊开始那一幕。但是我们再看李壮壮，他还真有点引蛇入洞啊，这个吊着克劳斯进来的感觉漂亮，就打反击。你喜欢进攻，那我就打反击。像上一场郑昭玉也是这种打法。对，而且郑昭玉之前也是跟克劳斯打了几次啊。对，是输给了克劳斯，后来郑昭玉还去和克劳斯一起训练。对。比赛就是比赛，一定要吸取别人很优秀的地方。是。哦，漂亮，高手，失去重心。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看双方的表现呢，观众朋友们啊，的确是偏慢啊，两个人也是不着急也不着忙。毕竟来讲，第一回合啊刚接手，也就是一个热身阶段，所以说呢，接下来第二回合，我觉得呀，双方肯定会开足马力正面对打，而且大概率的话，可能是李壮壮这一边，我觉得可能会打得更凶一点。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第二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世纪大战。好，第二局。克劳斯今天这个右低扫的输出还是比较多，对，效果还不错啊。对。顶膝。低扫，哎，漂亮前手的摆拳。
虽然说比赛已经来到了第2个回合，但是两个人的节奏啊依旧是不慌不忙，打得很稳。我觉得对于李壮壮来讲，稳一点是有好处的啊，因为克劳斯此时已经38周岁啊，也就是39岁，而李壮壮20岁出头，所以说呢，我们稍微慢一点啊，把对方的体能耗没，第3个回合再发力也不着急。今天李壮壮的确在战术上腿法的运用比较多啊，刻意的把控距离。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克劳斯这名选手他的技术特点就是喜欢在内围上对你进行狂轰乱炸，让你根本防不住啊，将你的防守当成打穿。好漂亮，好，再从身上跨过去，这样一来很好的挫了一下克劳斯的锐气。不断的这种创伤会影响到李壮壮起自己前腿的扫踢。是。李壮壮有一次和孔令峰打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低扫换孔令峰的低扫。对。当时孔令峰是反架，孔令峰的后腿低扫呢，就是踢到李壮壮前腿内侧。对。所以当时对李壮壮是有一定打击的。对，影响非常大。对。转身圆拳，这是顺势的。李壮壮其实刚刚做前腿低扫，克劳斯也有反应，低扫、高扫都有。对，连续的中扫就是这种连续中扫期间，来了，对，就是这个，可以完全阻挡到克劳斯压迫进来。对，李壮壮其实心态应该还是很放松的啊。是，现在的克劳斯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李壮壮今天的战术啊，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我们就是避其锋芒，然后呢和对方打起这种迂回战术，让对方越来越着急。尤其在第2回合最后的半分钟啊，克劳斯真是着急了，因为他也知道第3个回合自己肯定是拼不过李壮壮。好，那接下来第3个回合就是好戏了，观众朋友们，就看李壮壮他在前2个回合的铺垫啊，在第3个回合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发挥。而且在全球之内啊，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体系。对，而且稍后出场的美丽死神，早期的时候偏俄式，在后期的时候也变的是荷兰式这种欧式套。第3局上来2个人全对攻，好漂亮，好漂亮，不错，压准，不错，好，漂亮，打准，好。其实克劳斯有反应啊，对，刚刚这一下打得很实。又是一个，对，这个叫一个半摔吧。克劳斯是有个换架了，现在。克劳斯是有个换架啊。是的，现在是右手右脚在前了。克劳斯的左腿可能也是因为李壮的几个持续的低扫啊。很漂亮，小心啊！他虽然用的少，但是他这个技术他会的，对，他并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储备。哇，观众朋友们，这个克劳斯啊，他的体能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以为他前2个回合打得那么凶，第3个回合肯定没劲儿了，但是没有想到第3个回合他依旧是在主动进攻。当然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别看克劳斯啊打得这么凶，但李壮壮的分数我敢保证啊，绝对是不弱于克劳斯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战术水平上，我们属于这个边对边打啊，以防守反击为主。但有手打技术这一块，我觉得我更看好李壮壮多一些。现在几次是前手同时的互换，这个就是能力问题了。你看克劳斯第3局换架一直保持到现在。对。顶膝漂亮。但是克劳斯防守不错啊。对。顶膝只是在手臂上。而且前手换后手这个发力打击啊都还不错。对。李壮壮持续顶膝。最后阶段克劳斯把这个架势又换回来了。后手拳不错，压得准，这个机会掌握的也好。对。顶膝，克劳斯的防守还是好，对，看得很投入的防守。最后几秒钟，顶膝。这一轮李壮壮的表现不错啊！好，这场世纪大战终于结束。这位年轻小将李壮壮和克劳斯啊，硬战血拼了3个回合。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个人感觉，我个人还是偏向李壮壮多一点啊，因为有效的反击啊，打得相当的不错。好，最终结果30比29，
13-29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红方胜 the red corner。